Hello， 爱瑞小伙伴，今天这期视频就带来 iQOO 11S 的开箱体验。我们开箱开始。OK，iQOO 11S，噔，这个是手机主机，我们先放旁边。哇，好炫酷！盒子200瓦的充电器 ，C to C 的这个数据线。iQOO 11S 作为 iQOO 11有哪些升级呢？我为你们总结了一下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充电，之前的这个 iQOO 11呢是120瓦，那这一次 iQOO 11S 升级到了200瓦，但是电池呢也从之前的5000毫安时呢降到了4700毫安时电池这也是因为这个快充的电池的这个需要更大的空间第二呢，就是相机了也从之前的三星的 GN5 呢换成了这个索尼 IMX866 5400万像素的这个主摄第三呢，就是这一次的内存配置了也从之前最低8+256，8G 的版本呢直接提升到了这个12G 的版本，并且这一次最大也是支持了1TB 的这个版本好，我们来看手机直屏的设计我也拿了这个 iQOO 11给你们做一个对比那正面其实差不多都是这个三星 E6 的这个屏幕，并且呢也是支持了144赫兹的这个刷新率，并且呢也是支持了1440赫兹的这个高频 PWM 调光这一点其实两者是差不多的那我们来看顶部那顶部也是支持的这个红外底部呢依然是这个扬声器包括 Type-C 接口我们来看背面那这一次的这个背面呢有3个配色，我拿到是这个传奇的配色那这一次也是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配色还是挺好看的其实那个绿色其实有点像那个 iQOO 11的那个曼岛的那个绿色，有没有？有点像，因为我这一次在开箱的时候没有看到真机，但是我看到这个之前曝光的图片的那个版本。那这一次这个摄像头有一个小区别因为这一次在这个内部的配置方面呢，11呢是这个 V2 的影像芯片了，但这一次在这个 11S 中呢就没有这个影像芯片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摄像头的这个位置呢由之前的 V2 变成这个 VCS 这一点小差别了。那这个在这个背面这个地方呢，依然是采用这个3个摄像头这样的一个矩阵的一个设计了整体来说，在外观方面基本上和11没有什么变化。那在这个处理器方面呢 ，iQOO 11S也是和之前的 iQOO 11一样，依然是采用了3.2G 赫兹的这个骁龙8+2处理器但是前面也说到了，这个最大是支持了16+1TB 的版本对于需要有大存储空间的小朋友们，有大存储空间的朋友们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福音了那并且这个游戏体验中比如说像双屈压感双 X 轴线性马达等等也是依然是保留，但是相比11来说11S 在这个将影像芯片呢更换成了这个 iQOO 独家的叫什么超算独显芯片。那这颗芯片呢也是 vivo 的这个自研芯片 V2 同一团队研发的这个芯片，但是这个芯片主要是为了这个游戏而来的，也就是游戏画面，也就是插帧以及游戏的这个稳定性方面，也就是为这个处理器带来更好的一个分担，也是能带来144帧的一个原神的体验，也带来了这个最清晰版的这个原神的这个体验了iQOO 超算独显芯片解决的就是一些游戏的高帧率和高分辨率那通过超算独显芯片的算法，对游戏画面中的一些纹理细节相对简单平坦的色块之类的进行识别，并进行自适应调整，从而提升画面的画质和清晰度。而且插帧本身大家也都理解，通过算法预判上一帧和下一帧之间的关系，从而插入中间帧获得插帧而因为通过 MEMC 运动补偿的方式来降低 GPU 渲染的帧率，从而降低游戏时候的 GPU 的功率。比如原神游戏 iQOO 11S 开启插帧后游戏本身输出48帧，并插入96帧，从而获得144帧的游戏画面。除了游戏 iQOO 超算独显芯片也支持了对视频平台画面的显示补偿。高通骁龙8+2芯片加入了光影追踪，能获得真实世界的光影效果，在玩天域时就能很好的体验这一点，并且支持了144 FPS 的游戏画面，而且除了画面特别真实之外流畅度也有了很好的体验感受。实际的游戏帧率体验中王者荣耀支持了120帧，实测一级游戏很流畅，一级游戏平均帧率为120.1帧，和平精英支持了90帧。来看游戏帧率依然挺流畅的。那一级游戏平均帧率为89.8帧。来看原神，
在不开启插针情况下，30分钟还是比较稳的，性能也比较积极。30分钟平均率58.8帧。来看开启插针后的表现啊，开启插针，性能狗软件只能监测游戏本身的48帧，通过 iQOO 超算独显芯片插入96帧，合成144帧的显示画面。来看一下实测30分钟原神的游戏平均率46.3帧。那在这个影像方面啊，前面我也说到了，主摄啊也是从之前的三星 GN5啊，更换成了索尼 IMX866。这颗主摄其实也是iQOO 11 Pro 的一个主摄，同时也是 vivo X80的那颗主摄啊，也是打磨了2年的主摄了，对不对？同时啊，也是支持的 OS 光学防抖的。那对于这个是吧，手这个拍照的话，带来更好的一个稳定性，同时啊，这个拍摄视频的话，也是能带来更好的一个更稳定的一个这个视频的防抖的画面了。那同时，在这个其他镜头方面，同时也是带来了一颗1300万的一个人像镜头啊，支持2倍的这个变焦啊。那同时还有一个800万的一个广角镜头。同时呢，我也是给你们拍了一个这个它的视频防抖的测试视频啊，你们也来看一下。然后我现在使用的是1080p 60帧，并且开启了防抖。然后我现在在走路，你们来看一下这个防抖的效果啊。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步行街的样子。那这一次还有一个升级呢，就是它的这个电池续航方面啊，那也是目前数字标准版最快的这个充电瓦数了，200瓦的快充也是带来了在这个标准版上面啊，同时啊也是带来了47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啊，电池稍小，但是快充更快了，对吧？那其他方面，比如说像红外啊、NFC 啊等等，这些也是都是带来了，所以说这也就是刚刚发布的 iQOO 11S 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这个11标准版和11 Pro 的一个集合体，对吧？你看，比如说快充，对吧？比如说你们看这个相机，都带来了这个升级。那同时呢，在游戏体验方面呢，这个也给你们带来了最新的 iQOO 的这个游戏的方面的一个芯片了。由此可见，那接下来也有可能，比如说未来的这个 iQOO 的数字标准版，它的芯片可能就是这个独显芯片了。那 iQOO 的这个数字 Pro 系列，那也有可能就带来这个vivo 的这个 V 系列的隐形芯片。也就是说，标准版和 Pro 版本它俩之间的这个区分也就更加明显，也就是标准版可能它更趋向于游戏的体验了，那 Pro 版本呢，那可能更趋向于这个旗舰了，对吧？这也就是 iQOO 接下来的产品的一些猜测了。好吧，那也就是今天的开箱视频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来关注我，我是大龙，我们在下个视频见。